$110到$460，不到1年时间涨幅接近3倍。这不是哪只妖股的走势，是戴尔。我之前在视频里聊到戴尔的时候，也把 AI PC 当做它的一个重要催化剂。但到了今天，如果还有人，甚至包括你，依然觉得戴尔这3倍的暴涨只是因为 AI PC 概念，那就真的太天真了。华尔街最喜欢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消费级概念来给普通投资者洗脑。事实上，缓慢的换机潮根本支撑不起戴尔如此恐怖的估值重构。今天这期视频，我带你撕开这个散户的幻觉，直接穿透戴尔财报的底层，看看那些真正掌握定价权的华尔街巨鳄，到底在用戴尔对赌一个怎样的物理 AI 暴力故事。看完你会明白， AI 的估值逻辑早就从芯片转移到了一个所有人都忽略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正在诞生下一个戴尔。如果你不想再等股价涨了3倍之后才后知后觉，现在可以先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后面我会讲到很多需要反复对照的财报细节和产业节点。先回到戴尔，你想想为什么所有人都看错了戴尔？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固有认知困住了。在过去10年里，戴尔就是一家标准的夕阳产业公司， PC 市场逐年萎缩，利润薄得像纸，估值常年压在5到8倍市盈率，连机构都懒得覆盖。直到去年年初 AI 服务器的需求突然爆发，戴尔的股价才开始启动。但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对戴尔的理解还停留在它也做 AI 服务器这个最表层的层面。这就是市场最有意思的地方。当一个东西所有人都能看懂的时候，它的超额收益早就消失了。戴尔真正的上涨逻辑从来都不是它能生产 AI 服务器，而是它能稳定大规模按时交付 AI 服务器。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但你不知道的是，去年整个 AI 行业最大的痛点根本不是买不到英伟达的芯片，而是买到了芯片之后根本装不进数据中心。很多初创公司拿到了英伟达的 GPU 配额，兴冲冲的跑去建数据中心，结果发现传统的供电和散热系统根本扛不住，一个装满 H100的机柜功耗能达到70千瓦以上，而传统的数据中心机柜设计功耗最多只有20千瓦。这就意味着你就算有再多的芯片，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它们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时候戴尔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做了几十年的 IT 基础设施，和全球所有的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都有深度合作，有成熟的供应链，有完整的交付体系，还有几万名工程师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现场服务。英伟达可以在3个月内造出10万张 H100， 但戴尔可以在3个月内把这10万张 H100全部装好、调试好，正常运行起来。这才是华尔街愿意给戴尔3倍估值的真正原因。IPC 确实会给戴尔带来增量，但它只是锦上添花的第2增长曲线，绝对不是撑起这轮暴涨的核心支柱。你先记住这个结论， AI 发展到今天，瓶颈已经从能不能造出芯片变成了能不能把芯片用起来。所有围绕这个瓶颈展开的公司都会迎来一轮彻底的估值重构，戴尔只是第一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从戴尔的走势里，你能清晰看到 AI 产业链估值迁移的底层规律。那些能走出独立行情的隐形冠军，从来都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公司，他们往往已经在行业里深耕了几十年，长期被市场低估，卡在产业链最刚需、最不可替代的节点上，并且已经开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证明自己。很多人找 AI 机会，第一反应就是买英伟达，但你要知道，英伟达现在的股价已经把未来2到3年的增长预期全部打满了。就算它下一份财报再超预期，股价可能也只会涨几个点。但如果财报稍微不及预期，等待你的就是20%甚至30%的暴跌。真正的超额收益永远来自于那些市场还没有完全看懂、叙事正在发生改变的公司。就像去年的戴尔，在所有人都觉得它是一家 PC 公司的时候，它已经悄悄变成了全球第2大 AI 服务器厂商。当市场终于反应过来，重新给它定价的时候，股价就会在短时间内完成几倍的涨幅。这种机会才是我们普通投资者真正应该抓住的。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找，你会发现有一家公司几乎完美复刻了戴尔去年的所有特征。它同样是一家传统的基础设施公司，长期被市场忽视，估值一直不高。它同样卡在了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瓶颈上，并且已经拿到了源源不断的订单。最重要的是，它的业绩刚刚开始释放，股价正处于从讲故事到业绩兑现的关键转折点。在拆解这家公司之前，我必须先向大家坦白一件事，
1个多月前，我在聊 Pump 的时候，标题里写着错过了3年5倍的 VRT。当时我也觉得 VRT 的估值确实有些恐高了。但是当维帝技术交出它最新的 Q1 财报，并透露了最新的未交货订单数据后，我必须在今天公开修正我的判断。我们可能根本没有错过它，相反，这个已经涨了5倍的庞然大物，居然才刚刚走完它的业绩验证期。今天这期视频，我只拿硬核财报和物理逻辑回答你们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已经高高在上的股票，它的经营杠杆才刚刚开始发挥威力？当然，我也必须先把风险说在前面。维帝技术股票代码 VRT， 目前股价在310到320美元区间有较强的技术面压力。过去3个月，它已经涨了超过70%，短期积累了一定的获利盘，随时可能出现大幅回调。如果你是抱着追高赚快钱的心态进来，现在可以直接划走。这个视频不适合你。我讲它是因为它的基本面逻辑和去年的戴尔高度重合，而市场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维帝技术这个名字，它以前是爱默生的网络能源部门，后来独立出来上市，主要做数据中心的供电、散热和 UPS 系统。在 AI 爆发之前，它就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制造业公司，业务稳定，增长缓慢，估值常年在15倍市盈率左右，没人觉得它能和 AI 扯上什么关系。直到去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变了。AI 服务器的功耗开始疯狂飙升，从 H100 的70千瓦单机柜直接跳到了 GB300 的120千瓦单机柜。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传统的风冷散热系统极限只能扛30千瓦的功耗，超过这个数字，风冷就完全失效了。也就是说，从 GB300 开始，液冷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选项，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液冷只是少数超算中心才会用的高端技术，市场规模很小，也没人重视。但从现在开始，所有新建的 AI 数据中心必须全部采用液冷架构，否则你就算买到了最先进的 GPU， 也根本没法开机。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液冷不是一个可以快速扩容的行业。你可以在几个月内建一条 GPU 生产线，但你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培养出一支能设计、安装、维护液冷系统的工程师队伍。液冷系统的设计非常复杂，涉及到流体力学、热管理、密封技术等多个领域，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整个机柜的 GPU 报废。去年有一家大型云厂商自己找了一家小公司做液冷改造，结果因为密封不好，冷却液漏到了 GPU 上，直接烧坏了一整个机柜的 H100， 损失超过2000万美元。从那之后，所有的云厂商和数据中心运营商都不敢再随便找小公司合作了，他们宁愿多花点钱，也要找那些有几十年经验、有大量成功案例的老牌厂商。这个时候，维帝技术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它做了几十年的基础设施热管理，在全球范围内安装了超过1000万套散热系统，有最成熟的技术、最完整的产品线，还有一支几万人的专业工程师团队。更重要的是，它从一开始就和英伟达深度绑定，参与了英伟达所有下一代 GPU 的参考架构设计。英伟达的 GB300 NVL72 参考架构，从散热到供电，全部都是和维帝技术联合开发的。也就是说，任何一家公司想要部署 GB300 服务器，最优的选择就是直接采用维帝的整套解决方案。如果你不用维帝的方案，你就需要自己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调试，还不一定能保证稳定运行。在 AI 行业，时间就是金钱，没有人愿意等。除了英伟达，维帝和 CoreWeave 的合作更是深度捆绑。CoreWeave 现在是全球最大的 AI 专用云厂商，它的所有新建数据中心几乎全部采用维帝的液冷和供电系统。去年 CoreWeave 拿到了微软和英伟达的数十亿美元投资，计划在未来2年内新建超过100个 AI 数据中心。这些订单最终大部分都会落到维帝的手里。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液冷这个赛道又不是只有维帝一家公司，为什么偏偏是它？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很多人对液冷行业最大的误解。很多人觉得液冷就是卖几个冷板、几个管路，技术门槛不高，只要有订单，谁都能做。但实际上， AI 数据中心的液冷从来都不是单一设备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的协同。一个完整的液冷数据中心需要散热系统、供电系统、UPS 系统、监控系统完美配合，任何一个环节的性能不匹配，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效率大幅下降。维帝技术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同时提供散热、供电、UPS 和整体解决方案的厂商。
它不需要和其他公司对接，就能给客户提供一整套交钥匙工程。这不仅能大大缩短交付周期，还能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对于客户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少的麻烦、更快的上线时间，这就是维帝真正的护城河。那些新进入者可能能做出单个的液冷设备，但他们绝对做不出一整套能稳定运行的系统。而对于 AI 数据中心运营商来说，稳定性比什么都重要。一个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本动辄几十亿美元，停机1分钟，损失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他们绝对不会为了省一点钱去冒系统宕机的风险。现在我们来看财报，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也是让我彻底修正之前判断的核心原因。维帝技术刚刚发布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收入同比增长30%，净利润同比增长136%。这个数字非常关键，因为它意味着维帝的经营杠杆已经开始释放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是经营杠杆。简单来说，就是当一家公司的收入增长的时候，它的固定成本不会同比例增长，所以收入增长越快，利润增长就会越快。当利润增速开始大幅超过收入增速的时候，就说明这家公司已经进入了爆发式增长的阶段。戴尔2026财年一季度就是这样，它的单季度收入同比增长87.5%，调整后净利润暴涨超过250%，经营杠杆彻底释放，推动股价一年最高涨了3倍。现在的维帝正在复刻戴尔的盈利爆发路径，它2026财年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30%，调整后净利润增长83%，利润增速首次大幅跑赢收入增速，经营杠杆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而且这还只是开始，随着接下来几个季度高毛利的液冷订单开始交付，它的利润增速还会进一步加快。更重要的是，维帝现在的订单量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它的在手订单超过了150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每个季度10%以上的速度增长。现在维帝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有没有订单，而是能不能把订单按时交出去。它的工厂已经满负荷运转，产能排到了2027年。很多人会说订单多不一定代表能赚钱，很多公司订单越多亏的越多，但维帝不一样，它的订单都是长约，而且已经锁定了价格和利润。它的毛利率已经从去年的32%提升到了现在的37.7%，而且还在持续上升。这说明它在产业链里的议价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它已经从一个被动的设备供应商变成了一个掌握核心话语权的基础设施提供商。现在我们回头看戴尔的走势，你会发现一家公司被叙事重构的过程非常有规律，它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会经历4个非常清晰的阶段。最开始是故事阶段，这个时候行业刚刚出现变化，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机会，公司的股价还在底部横盘，几乎没有人关注，所有的研报都在说它是一家传统公司，没有增长前景。就像去年年初的戴尔，股价只有110美元，几乎没有机构持有。然后是怀疑阶段，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零星的订单消息出来，公司的股价开始小幅上涨，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不相信，他们会说这只是短期炒作，涨了一定会跌回去。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证明这家公司不行，比如竞争激烈、技术门槛低、业绩不可持续等等。再然后是验证阶段，这个时候公司的财报开始超预期，利润开始释放，机构资金开始进场，股价开始加速上涨。这个时候，之前那些唱空的人开始动摇，一部分人会开始买入，但还有很多人在等回调，觉得股价涨得太高了。最后是爆发阶段，这个时候市场彻底改变了对这家公司的认知，所有人都突然发现，原来它不是一家传统公司，而是一家 AI 核心资产。估值从个位数直接拉到2位数，甚至20倍以上，股价在短时间内翻倍，甚至翻几倍。这个时候，那些一直在等回调的人再也等不到了。我之前觉得 VRT 已经走完了验证阶段，是因为我低估了液冷需求的爆发速度，也低估了维帝的交付能力和议价能力。当我看到它最新的订单数据和毛利率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其实还在验证阶段的末尾，马上就要进入最暴力的爆发阶段。很多人还在怀疑它是不是泡沫，还在等它回调到200美元再买。但你想想，去年的戴尔在验证阶段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等它回调到150美元，结果它一路涨到了460美元，再也没有给过那些人上车的机会。我不是说维帝一定会像戴尔一样涨3倍，我是说它现在所处的位置和去年的戴尔几乎一模一样。
市场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传统基础设施公司的阶段，给的还是18倍市盈率的估值。但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 AI 时代最核心的基础设施提供商，它的估值重构才刚刚开始。你要知道 ，AI 的发展才刚刚开始。现在全球的 AI 算力需求每年都在以10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液冷作为 AI 算力的基础，未来5年的市场规模会增长10倍以上。维帝作为行业龙头，它的增长空间远比市场想象的要大得多。当然，我也不是说维帝没有风险。它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短期涨幅过大，技术面有回调的压力。如果大盘出现调整，它很可能会跟着跌20%甚至30%。但这不是基本面的问题，而是情绪的问题。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每一次大幅回调都是加仓的好机会。另一个风险是竞争。现在很多公司都看到了液冷的机会，纷纷进入这个赛道。但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液冷的壁垒不是技术，而是经验、交付能力和客户信任。这些东西不是靠砸钱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的。维帝已经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了几十年，建立了非常深的护城河，新进入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撼动它的地位。说到这里，肯定会有2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人会觉得，一个已经涨了5倍的股票，现在再谈什么估值重构，纯粹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又一个被 AI 吹起来的泡沫，很快就会破灭。另一种人会觉得物理边界才是 AI 真正的终极瓶颈，散热和供电会成为未来10年 AI 行业最核心的赛道。维帝技术作为行业龙头，现在的估值依然被严重低估。你可以把你的观点写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更倾向于哪一边，以及你判断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其实不管你最终站在哪一边，这都不是今天最重要的事。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要真正看懂这轮 AI 行情最本质的变化。很多人总说投资要抓主线，但主线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所有人都挤在同一条船上的时候，那条船就已经开始漏水了。我们总是容易被那些光鲜亮丽的新概念吸引，觉得只有那些名字里带 AI、带芯片、带大模型的公司才是真正的 AI 公司。但事实上 ，A1 的发展离不开最底层、最传统的物理基础设施的支撑。没有电，没有散热，没有数据中心，再先进的算法，再强大的芯片，都只能是一堆废铁。过去2年，市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芯片和大模型上，给了他们极高的估值。但现在 AI 已经从技术研发阶段彻底进入了大规模落地阶段，戴尔的上涨只是一个开始。它告诉我们 ，AI 的估值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谁有技术谁涨，变成了谁能落地谁涨。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像戴尔、像维帝这样的传统公司被 AI 重新定义，迎来一轮彻底的估值重构。我们这个频道从来都不追热点，也不炒概念。我们相信投资不是短期的情绪游戏，而是一场认知的变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市场还没有完全看懂的时候，提前发现那些被低估的机会，然后耐心等待市场给我们回报。如果我之前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我也会像今天这样第一时间公开修正，用最硬核的数据和逻辑给大家最真实的参考。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同路人，想在美股市场里少被那些天花乱坠的叙事带跑，多用产业逻辑、财报数据和长期主义去理解一家公司的真正价值，欢迎订阅并继续关注这个频道。我会持续拆解 AI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帮你找到下一个可能走出独立行情的隐形冠军。最后，我想给所有看懂了今天这套逻辑的人留一个最直接的行动指引。如果你已经明白了传统基建被 AI 重新定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也想在这个逻辑里找到下一个还没有启动的标的，那你一定要去看我1个多月前做的那期视频。那期视频里我拆解的 Perpetual 股票代码 Pump 走的就是和戴尔维帝完全一模一样的路径。它从一家没人看得上的油服公司摇身一变成了 AI 分布式能源的核心玩家，现在正处在比今天的维帝还要早得多的估值起点。如果你还没看过，屏幕上现在已经弹出了专属跳转链接，直接点击，我们马上把 AI 基建这盘大棋的最后一块拼图完整的拼给你看。本视频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专业投资、金融、法律、医疗或其他专业建议，涉及相关问题请咨询专业人士，请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